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两款玩具呢，就是来自 U2 魔玩工作室最近刚刚现货的酸菜重锤鼓和韭菜镰刀鼓。这两款产品依旧是群接龙的产品啊。那作为狂暴鬼兵后续的这个产品线，精英产品线，我个人觉得呢，它以这种单体的形式进行发售，却能够拥有曾经盲盒发售里面的这样一个精细程度。我应该说是远超之前盲盒版的精细程度，还有更多的这个武器以及装备的配置，我已经等不及要拆开拼拼看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两款精英人偶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搭载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一次的装备是给你完全搭载好了，然后封在袋装里面，你只需要把武器装好，然后插在手上就 OK 了。首先说一下第一印象啊，这一次的这一对精英兄弟呢，其实整体的观感，首先头雕方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然后我到时候给大家去拉个近景，看一下两款玩具的具体细节。一边是酸菜脑袋，另外一边是韭菜脑袋，真的是非常富有创意的设计啊！素体的喷涂逻辑呢，两者是比较接近的，黑色的底漆，然后再加上金属色，把这个脚和手的一些关节以及一些细部去进行强调，像是有一种金属化的感觉。然后胸腔部分，酸菜骨呢是这个铜的金属色，然后这边呢则是一个荧光绿的感觉。整体的观感一边是偏橙黄，另外一边则是绿绿葱葱的这个样子。武器方面呢，两者也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身高这边矮一点的这个是骨柱素体，也就是说之前的矮人素体。这款玩具呢，身高脚到头顶的高度呢，大概是15.5公分、16公分的样子啊。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酸菜骨呢，则这个头顶高度呢是来到了18公分的样子。整体的观感，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错。不知道大家更喜欢两者之中的哪一款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之前我 DIY 的两款狂暴鬼兵放在他们身边。就是之前的零件呢，你要收集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有很高的这个收集难度。但现在呢，每一款玩具其实整个的全甲的完成度呢都是不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两只都入了，其实可以把酸菜骨的基本上给它留一个裤衩，其他零件全部转移到这边的韭菜镰刀骨身上，那它就会有一个这种全甲的造型。而且因为它们的头雕非常的特殊，而且也不再需要这个头盔的加持，已经就非常的威猛了。个人觉得造型方面是非常喜欢的。刚才有提到这两款玩具是之前2025年5月发售的狂暴鬼兵系列的后续精英线的产品。那每一款玩具呢都有自己的独特设计语言，相比起之前的盲盒来说， U2 魔玩工作室我觉得在单款的玩具上确实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说到这一点呢，最近即将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呢，过几天呢 China Joy 又要在上海举办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去 China Joy的现场看一下 U2 魔玩工作室的展台，他们在火仔动漫的附近布展，到时候呢也会给广大的玩家朋友带来最新一波的素体以及玩具的集锦展示。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期待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在8月份的 China Joy 不妨去上海面面基，或者说和他们一起交流一下玩玩具的心得吧。那回到这次玩具主题这边的酸菜骨呢是一个重锤战士的造型。首先我们边从头雕开始看，边玩一下它的可动头雕方面呢，它是一个大帽子头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上面呢就是酸菜的这样一个根部的感觉，然后它的叶片的部分则形成了这次头雕的胡须的部分。这次的这个头骨的感觉呢，更像是一个头脑肿胀的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兽人的感觉牙齿方面呢是一颗大牙，然后一颗断掉的牙齿，这样的一个不对称的设计。眼睛的这个部分呢，两款玩具呢都有着荧光效果，这边放一下这边照射紫光灯的效果视频给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灯光下，如果关灯再拍
开紫光灯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啊。然后再来看到这次的战锤部分，这一次的锤头啊，它是一个类似于金属手掌，然后握住了一个恶魔的这样一个颅骨，恶魔的颅骨上面有尖刺的造型啊，用大量的这种干扫去把它这个立体感进行呈现。然后恶魔呢吐出了他自己的这个长舌头啊，背后呢有像类似于齿轮的这个东西，又像是这个骸骨形成的这个脊柱缠绕在整个锤头的背面。然后整个杆子呢一直延伸到后面，在后半部分呢还有一个这样的钉锤作为末端的点缀，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而且呢这个锤头呢是做了轻量化的处理的，我们简单的把它放出一只手啊，一方面关节是比较紧实，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锤头不做轻量化处理的话，它是根本不可能这样把持住的，毕竟骷髅素体嘛，它还是关节比较细小。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锤头让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整个重量呢很轻啊，相比起这么巨大的有铸造感纹理的细节来说，它的整个重量呢真的是把这个轻量化做到了极致。个人感觉把玩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你要说这款玩具的缺点在哪里，我是觉得这边臂甲还有腕部的这个小零件实在是比较容易脱落，当然呢也有解决方案，比如说你把这边的这个绑带把它取下来，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它们同时掉落的几率就会小很多。毕竟上臂部分的这个铠甲呢还是要紧实一些，下臂的这个更小的这个铠甲，以前我在 DIY 的时候呢比较喜欢把它放在这个大腿部分，或者和这边的这块零件结合在一起，因为它这边每块零件呢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进行拼搭。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都是可以把它拆下来，拆成一个裸素体之后，然后重新的搭建成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这个形态。然后这款玩具的可动性简单玩一下，头雕方面抬头幅度呢是非常大，然后这边呢还做了一定小的豁口处理，然后去做这边脊柱的一个避让，所以说它可以完全抬头望天的感觉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加上这边的胸腰关节的这个可动性，它是一个大的球形转轴装，那直接挺胸幅度来到这么多，弯腰的幅度呢，因为是骷髅嘛，也没有任何干涉，那直接蜷缩成一个球也是没有问题，就整个人蜷缩的佝偻的比较猥琐的状态也是可以做出来的。脚部呢前踢幅度呢90度，然后屈膝幅度呢有的时候屈太多会被这边干涉到，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这个摆法的话，你把这边这种酸菜叶子一样的这个腿甲往前面去放，那它后面的这个屈膝幅度就解放出来了。反正这个地方的零件呢，大家可以把它摆出不同这个造型，我觉得这样稍微轻量化一点也 OK。 然后呢同时你还可以把这边的这个手甲搭载在这里，搭载在小臂上面，那它这个小臂就强化了，就变成了上肢稍微强化的这个造型。另外一侧我们也来一下，你看它这边的孔洞呢都是通用的，所以说具体你想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啊，全看你的心情。因为今天视频时长有限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视频里面就是一口气跟大家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拼搭方式展示出来，那毕竟呢无限拼搭嘛，这种大家的想象力肯定是没有尽头的。这边把这个画成臂甲的这个形态给大家看一下，做成一个重拳出击的这个姿态，还是很有意思的吧。让它放在一边，这个锤子呢我们先让它立在一侧，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我很喜欢优兔魔玩工作室这种比较有创意的这种头雕语言设计，像之前的暗夜鬼兵南瓜头系列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那接下来到这一次这个扫把头啊，我们的这个韭菜骨的这个面雕，还有整个这个韭菜一根一根的造型，既是它的冲天头发，又是它胡须，同时呢整个剪裁的又是非常整齐，在诡异之中呢又透露出一丝秩序，这个红眼睛点的真的是非常到位，个人觉得是一颗非常传神、邪气逼人且有些帅气的骷髅头雕。那看到上面的部分呢，是做了一些颜色的渐变，然后这边头后面还有一层这种金属的箍。同样的道理啊，它在这个地方呢也做出了一个
凹坑进行头雕抬头的这个避让。整体的这个紧实度、抬头、低头的幅度呢都是没有问题，可动程度呢其实是与这边的矮个子的战士呢是相仿的，因为逻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四肢变得更加修长，然后小臂上面增加了耻骨和脑骨的这个镂空细节。当然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说两款玩具你只能选一款的话呢，我会更推荐这边的韭菜骨一些，因为我更喜欢它的这个头雕，同时呢它的这个腿甲的一体性呢会更加完整。你会发现呢它是后面的这样一个带着毛边的这样一个金属腿甲，再搭载上2个类似于金属铸造的剑。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小零件我们把它放在靴子上面或者说腿上面去做一个细节的搭载，或者说呢当成手甲也 OK。但是把这两边完全组装在一起的话呢，就成了一个适合常规就比较高个战士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腿部护甲。个人觉得呢，这个搭载方法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加上上边的部分，其实以前在狂暴鬼兵系列里面，这个是一个皮带的作用，它做成了一个绕脖，再加上中间一个固定，后面呢则是利用这边的一些卡扣啊，然后再加上背后的这个孔洞进行连接，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套脖的肩甲和胸甲联动的这样一个搭载方式。个人觉得这个搭载方式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呢你利用这个搭载方式呢也可以兼顾这边的这个胸甲，可以把这2个铠甲，因为两个铠甲的颜色呢其实是同一色系，把这个金属同色的铠甲完全融合在一起，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厚重的全甲战士啊。那现在呢它则是一个偏速度型的轻甲战士，拿着这样一个镰刀武器。这个镰刀武器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有特色，下半部分呢是一个握持的拳头的样子，然后握着这样一个月牙形的镰刀，整个造型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锐利，而且有铸造和厚重的感觉。然后这边一条都是类似于脊椎骨的这种设计语言，翻到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我觉得稍微有些可惜的地方呢就是这边，如果说你把它的这个镰刀头取下来，这边如果玩具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连接件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直接替换掉它的这个手臂，成为它的一个义肢。这样的感觉的话呢，就成为一个镰刀手，像是这种海盗船的船长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玩法呢，应该后续的他们家的产品线也会推出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它能做成这个一个镰刀，然后一个锤子的这个手型，然后通过替换的这种连接件，一手一个的话呢，看起来呢会非常的霸气啊，也是非常另类且诡异的。那其他部分呢，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一次的2款玩具的头雕啊。我个人觉得呢，在喜感有余呢，也是很佩服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脑洞啊。希望后续能够在优兔魔王工作室的产品线里面看到更多有趣的头雕以及这种全甲系的战士产品的设计。那么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